嘿，大家好，我是有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这次我们来开箱的是这个来自雷神的911黑武士第3代。众所周知，雷神 Thunder Robot 是一家以生产高性价比的笔记本和台式电脑而著称的公司他们家的产品在京东上面的销量也不错。然后现在雷神将他们的游戏电脑主机911黑武士系列的最新款第3代送了过来，供我们试玩体验。这台主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搭载了最新的10代 i7 处理器 10700K。除了10代 i7 以外，这台机器其他部分的配置也是不错的。16G 内存，512G 固态加2T 机械硬盘，以及一张2060显卡。OK， 那么就赶紧来开箱，把机器拿出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好。还有个盒子，电源线、硬盘线、保修条例，这是啥？来看看说明书吧。本体，哪一边是屁股？这边向下。这个设计跟上一代还不同了。来，过来。耶。还有这里。丝般顺滑，OK， 那么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台主机。首先是正面，按照雷神的说法，这个正面叫做分子结构排布的满天星中网，不过在我看来更像是黑色的鳞片装甲，也更贴合黑武士这个命名，以及从特定角度看的话，会有一点像凤梨。同时，这个雷神的 logo 它其实是一个开机键，还是挺有意思的。机器的右侧是一个全透明的钢化玻璃，里面的东西我们等下拆出来再慢慢看。顶部 I/O 接口还是相当丰富的，有2个 USB 3.0， 有一个 Type C， 加起来有4个 USB 接口。然后最右边有一个小三角形，它是一键超频按钮，它的具体效果我们等一下再来测试。顶部 I/O 接口的旁边是一个魔法阵一样的图案，中间有一个闪电的 logo， 它其实是一个 QI 标准的无线充电器，是的，这台主机还自带无线充电的。当你坐到电脑前面的时候，直接把手机放上去就可以顺便充电，还是挺方便的。而且顶部的末尾这里按下去之后，就会发现它还藏着一个方便搬运的提手。好，接下来看一下这台主机的屁股这一边。背后的 I/O 挡板上面贴了一张标签，把主板自带的显示输出接口给挡住了同时还提醒你要把显示器接到独立显卡上面考虑的还是挺周到的。最后主机的另外一侧是普通的铁皮背板就不用怕把走线什么的露出来了以及右下角这里有一个保修标签，提示你撕了就没有保修了但是我们这一台反正是要还给雷神的，所以管它这么多，等下肯定是要拆开的。好，这台主机的外观我们了解过了，接下来就要来了解一下它的内在那么我们先让它缓缓的平躺下来，先拆侧板。显卡是七彩虹 iGame 系列的2060 Super， 是3风扇的，还算是不错的卡了。同时它也是带有一键超频按钮的。然后在显卡的下面可以发现有一张无线网卡，天线一直延伸到了机箱的前面做了一个隐藏式的天线设计。撕开胶布之后，可以发现网卡的型号是 AX201是的，这台主机它还是支持最新的 WiFi 6无线网络的。内存打了雷神的标马甲看起来还是挺帅的。然后顶部这个应该是带有灯的。从标签的标注来看，这个内存应该是3200频率的具体进到系统之后再仔细看一下。SSD 是来自金泰克的，用的是他们家工控品牌的 logo。
别的不说，先撕开来看一下。这个 SSD 用的是汇荣2663XT 无缓存的方案，颗粒打的是金泰克的 logo， 上面的编码我去查了一圈都没有查到，具体是 TLC 还是 QLC， 就等一下进系统跑一下测试就知道了。水冷上面是雷神的 logo 不过从这个风扇的扇叶设计来看，有点像是 ID Cooling 的。确实是 ID Cooling 的。主板用的是华擎的 Z490 Phantom Gaming 4我去看了网上别人的开箱，这块主板是完整的原版，没有特别做什么缩水之类的就是 CPU 供电这里只接了一根8拼。然后我发现机箱顶部那个三角形的一键超频按钮是连接到主板上面的一个 Power OC 插座上面的，这两个接线上面也是写的 OC Switch 和 OC LED，看起来这个是主板提供的功能，这个倒是挺新鲜的。最后，传说中的10代 i7 10700K，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被藏起来的背线。这线走的还是挺好的嘛。这里还预留了2个2.5寸的硬盘安装位，机械盘是希捷的。这是一个长城额定600瓦的电源，品牌机来说中规中矩如果能多一个 CPU 8拼就好了。OK， 那么这台机器现在已经重新拼好了，那么我们来开机看一看传说中的10代的性能如何。这个 logo 开关果然是有带灯的，同时正面的顶部周围还有一圈蓝色的 LED 看起来还可以。内存是带有幻彩 RGB 的好评，水冷就只有白色的灯了。SSD 上面居然还有一个蓝色的读写指示灯有点意思。这个开机 logo 有点意思，一看就非常游戏。进到系统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一张 Thunder Robot 雷神的墙纸这个配色、这个配图真的是非常赛博朋克。预装的软件基本没有只找到一个神游游戏盒，上面这些加速器的游戏是我们为了跑测试而装的。那么这个就是传说中的10代 i7 10700K 了是8核16线程的。好，开开9900K 的截图来对比一下 ，TDP 提高到了125瓦，还是14纳米，超槽换成了 LGA 1200。背屏最大还是一样的，都是50，缓存完全一致。指令集10700K 少了一个 TSX， 因为漏洞的原因，10代处理器已经全面放弃了这一个 TSX 指令集。据说有一些9代的主板更新了 BIOS 之后，也读不出这个指令集来了。目前据我所知，对这个指令集比较有需求的软件是游戏主机的模拟器。通过 IDA64可以确认到10700K 实际的单核跟双核睿频最高是可以去到5.1的。同时，这回也是英特尔首次把睿频加速 Max 技术 3.0 从 X299 等至尊平台下放到普通的酷睿 i7、i9 处理器。这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自动识别出 CPU 中体质最好的那个核心然后让它睿到最高的频率，由它来完成单线程的任务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主板 Z490 Comet Lake， 内存频率3200去 C20 能用。一般插了独显之后 ，CPU 的核显会被屏蔽，然后我特意去 BIOS 把核显给它调了出来，果然还是万年的 HD630。独显是七彩虹的 RTX 2060，没啥问题，挺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性能跑分了，我们抓了9900K 来做对比。这一次的9900K 的成绩是在技嘉的 Red390 Aorus Master 主板上面跑的 ，BIOS 是最新的，设置全部是默认，没有开启睿频或者是跑分软件相关的优化。在墨屏上，首先我们跑了 Cinebench， 你会发现 10700K 在每一个项目上都略微强了一点点。TimeSpan 的物理分以及 V-Ray 的渲染测试成绩也是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W Prime 这里反倒是9900K 的成绩会好一点。我们测试过 10700K 在其他更高端的Z490上面的表现跟这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有可能是受到了 TSX 指令集的影响。显卡这边我们跑了 Sunny Max 的 TimeSpan 和 FS1，得分非常正常。SSD 是 PCIe 3.0/4的，温度还可以。SSD 的性能方面，我们跑了Crystal Disk Mark 在半盘容量下32GB 的大容量测试，性能的表现相当不错。然后我们也测试了在半盘容量下写入100GB 的大容量文件，
在头几十 GB 的时候，它的写入速度是可以达到1点几 GB 每秒的。当缓存用完之后，写入速度平均在300左右，偶尔会掉到100多200，这个性能表现其实还是 OK 的，看起来应该不是 QLC。当然，我们也跑了鲁大师，获得了接近50万的得分，然后鲁大师给了我们一个满分100分的吃鸡认证，击败了全国99%的用户。说到吃鸡，我们当然也进行了游戏的实际测试，1080p 3级制画质，跳自闭城。落地之后帧数最低的时候也有100帧左右，进了屋可以去到120、130。显卡的占用基本在90%以上，然后 CPU 这边经常也会有单个线程的占用达到80%几、90%几。单就1080p 3级制吃鸡来说，这个 CPU 跟显卡的搭配其实还可以。CS:GO 1080p 全高画质跑测试地图，在人堆里面也有300多帧。可以看到显卡的占用还没有满，然后 CPU 这边有2个核心占用是达到90%几、100%的，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吃处理器的单核性能的。过来是最近比较火热的 COD 战区，1080p 画质中上，跑了一局踩10场，帧数基本全程在100以上。可以看到显卡这边占用基本上是满的，而 CPU 这边还有比较多的余力，所以大家在选配游戏主机的时候，10700K 处理器可以配更好一点的显卡。毕竟10700K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9900K，而这个是之前9代英特尔消费级平台最强的游戏处理器了。单机游戏方面，我们跑了《古墓丽影11》1080p 预设中的最高画质，关闭 DLSS 和光线追踪。跑游戏自带的 Benchmark 帧数最低是70多，最高有100多帧，还是相当流畅的。最后的统计数据平均帧数是94。这个游戏虽然是低加密比较吃 CPU， 但是10700K 也完全足够了。这主要是显卡的瓶颈。如果你是对分辨率或者是光线追踪等画面特效效果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搭配更好的显卡。跑完游戏之后，我们对 CPU 和显卡进行了压力测试烤鸡，来看一看这台主机的散热表现。在 AIDA64里面勾选 CPU 和 GPU， 然后再开一个甜甜圈，半个小时之后 CPU 核心温度是80多，最高的有90的，然后显卡温度是82，表现一般。在这台主机的风大配置里面 ，CPU 水冷散热器的风扇是兼具了机箱的排气扇，所以显卡热量也会被一并带到冷排上面，导致 CPU 的温度会稍微高一点。我们也测试过只烤 CPU 不烤显卡，这个时候温度是70度左右，这个表现就比较 OK 了。所以，如果这台主机能调整一下风道的配置，或者是再增加多一些排气扇的话，散热表现应该还能更好。单烤 CPU 的时候，整机输入功率是170多瓦，算上电源的转换率以及其他硬件的话，CPU 的功耗和标称的 TDP 还是比较接近的。当然，我们也是有进行单选 FPU 的烤机测试的，这个状态下，整机的输入功耗是可以去到300瓦出头，算上转换率，CPU 的功耗肯定也是在200瓦以上。然后在1分钟左右之后 ，CPU 会出现一个降频的情况，整机的输入功率会掉到200瓦出头。我们测试过手动修改功率强、温度强，手动去超频，都还是一样的情况。这个有可能是首发测试版 BIOS 的 bug，也有可能是主板对于供电的一个保护机制。在正式的10代 i7、i9 的评测里面，我们会使用零售的更高端的主板进行测试，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给出长时间烤 FPU 的温度的表现。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测试，我们平时使用的软件也很少会用到烤 FPU 时的 AVX 模块。我们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游戏测试，实际上 CPU 温度也只是到60多而已，还是比较凉快的，不用太担心。实际游戏的时候，整机输入功耗也是300多瓦，这台主机配的电源带动这个配置，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传说中的一键超频，亮起来了。开启了一键超频之后，在游戏里面 CPU 的频率会上到4.8，比默认的高了0.1，帧数会略高几帧。对于懂如何在 BIOS 里面超频的用户来说，这点提升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还是方便新手小白用户。我们顺便来测试一下这个特色功能——无线充电。确实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提示快充，所以应该是最基本的无线充电协议，也还行吧，反正就是坐下干活玩游戏的时候图个方便而已。总的来说，虽然在不同的测试项目之中，得分可能会略微有一些轻微的上下浮动但是新的这个10代 i7 1070K 和过去的消费级旗舰处理器 i9 990K 可以说性能是基本相当的就算有差距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认为10700K 就是9900K 的微调降价版调整了一下睿频机制修复了漏洞，增加了对新的无线网卡 AX201的支持等等。而价格从之前的4000多降到了现在的3000多对于消费者，特别是游戏玩家来说这肯定是好事。然后我们回到这一台雷神911黑武士第3代从电竞游戏的角度出发的话，它的搭配其实还是 OK 的。10700K 加上2060这个搭配基本上可以通吃现在有的电竞游戏顺便还能再开一下直播。里面的零件也是选择了比较靠谱的品牌的产品没有特别去弄什么神兽缩水主板之类的就是风道和电源如果可以再提升一下，那就更好了。当然，最关键的当然就还是价格了虽然京东目前这台机器还没有上架不过一贯以性价比著称的雷神应该不会让我们太失望。另外，因为送测的 i9 处理器在海关那边稍微卡了一小下略微迟了几天才到我们的手上。同时，按照我们一般的习惯，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我们会多花一些功夫去进行测试所以正式的10代 i7、i9 代 K 处理器的评测，我们会晚1到2天才放出。另外，更加亲民的 i5、i3 等处理器的评测，我们会跟随延后了解禁的 B460主板一起在5月27号之后放出毕竟买这些处理器的人一般都不会搭配比较昂贵的 Z490主板嘛。如果对刚才提到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同时，如果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给个赞支持一下。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一王，下次再见，拜拜。